慢性阻塞性肺病也被称为隐形杀手。到底原因何在？这一集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慢性阻塞性肺病有哪些症状？谁是高危险群？如何诊断呢？中医教你健肺好方法，还有中西医的治疗方式，全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哎，Marco，你觉得你的肺活量好吗？哎呦，你说好吗？哎，真的不错嘞，谢谢呀，有回音了哦。等一下灯都摇掉下来，我跟你讲。好，那等一下呢，我们的嘉宾有一位是歌手了啊，是不是跟你一样好啊？马上请他们出来。好，来有请呼吸专科林慧芳医生、孙文海，哎呀，还有陈丽珍、丽珍姐。哎，欢迎，你们好，来，请坐。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啊，你们自己觉得你们的这个肺活量如何？我觉得我很好，非常好，尤其是我演骂人的戏，我可以一次过骂1页纸，我肺活量还不错吧？还不错，不错。住你家隔壁也是导呀。哎，那文海就是歌手，应该没问题吧？有唱歌，但是我跟丽珍姐是一样啦。哦，我们练肺活量是在骂孩子的时候。哦，他是骂人，演戏骂人，我骂孩子。哎，你要不要喝一下？这骂。哇 ，OK 啊，那基本上全新加坡的家长都差不多一样，都不错。听你这么讲，对。哎，我们每次会听到一些媒体说一些歌手，什么女肺歌手啊，是不是真的就是肺活量很大？这个是合理的吗？其实有一些职业，例如那些歌手呢，小号手、游泳健将、运动员，对，他们的肺活量的确是比普通人来得高，但是这些是需要长时间来锻炼的。歌手的话，一般上你们有没有在做一些肺活量训练？有，这个是肯定要的了。比如说参加一个大型表演之前，那可能隔了几天，我们就会开始练我们的肺活量。怎么练法？用什么方法？比如说是用纸巾，把它放在那个墙壁上，然后你就吹着，慢慢控制自己的气息，让那个纸巾能够贴在墙壁，然后不要掉下来，不要掉下来。然后一定有一个距离的，对不对？对，差不多是在4根手指。的这个距离，然后还有就是练吹气球，看第一口气能够把气球吹得多大，然后不可以的话，我们再来练第2口气。哎，医生啊，像刚才文海讲这种吹纸巾、吹气球，真的会帮助到肺活量吗？因为你锻炼你的那个丹田啊、呼吸的肌肉，其实是可以帮助你的肺活量的。对。OK， 好。那一般上健康的人呢，他们的肺活量大概是多少？一般人的那个肺活量是在3到4毫升，当然是看你的身高、体重等等啊。好，医生，其实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我们简称慢阻肺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疾病呢？是慢阻肺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慢性疾病，它主要的特征，病人会有持续性的气流受限，就呼吸会有阻塞、阻塞这样。所以通常这个是随着时间推移会恶化的，所以一般这些病人呢会有2种的征兆。OK， 他会有慢性支气管炎，也有肺气肿的问题。那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长期那个气管有那个炎症，然后它会导致产生痰液分泌，然后过多呢，长期病人会咳嗽、呼吸困难。那一般上像这样的情形啊，是持续多久？至少连续2年内，每年至少3个月的咳嗽和痰液分泌。OK。那医生，你刚刚提到还多一个是肺气肿啊，是什么来的 ？OK， 肺气肿就是那个肺泡的壁破坏，导致肺的弹性降低。OK， 然后气体转换率就会下降，所以那个氧气会下降，会导致呢你走快的时候氧气不够，会呼吸困难。那会有怎么样的症状啊？这些病人会有慢性有痰的咳嗽。然后容易会气喘，尤其是在走路走快的时候，爬楼梯的时候，还有气短，然后呼吸会有一种好像哮鸣声，是不是那种？对，就是这样，有点像那个什么哮喘啊，哮喘后面的尾音这样子。对OK， 那还有什么呢？有些病患也会感觉胸闷 ，OK， 然后时常呼吸道会感染 ，OK， 而且缺乏精力，没有什么精神，没有精神而且有些重度的病患者他们会脚肿，
因为心脏和那个肺部也有很大的关联。是。然后重度阻塞肺病的患者，他们的心脏系统的压力会增加。当右心衰竭的时候，那液体就累积在一个脚部，所以不能回去，会下去，它就不会上来。对，说只是说慢性的疾病，它会导致心衰竭。是，那这就变得要很注意。一般上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会导致到这个病情？大部分就是80到98%的病例是跟吸烟有关联的。哇，真是。其他的因素就是因为空气污染啊，或者是职业的那个暴露。那是怎么样的职业？那些职业是那些建筑的职业呢，焊接啊、石油工业，还有采矿的工业。其实厨师也是高危群，因为那些烹饪的油烟暴露呢，特别是在那些通风不良的环境下，会增加患慢性支气管炎。OK， 那吸烟者肯定是高风险的。对。那如果长期吸二手烟的呢？多多少少也是会影响。是。但是他的那个症状不会像吸烟者那么严重。OK， 那到底是怎么诊断出有没有这个问题？第一要看病人有没有那个症状，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些 X 光或者 CT 来看有没有那些肺气肿、支气管的那些症状呢。但是最重要是要检查肺功能，就是要叫病人呼吸，然后吹出来，然后看他的肺功能。那现在做完有带来吗？带来了。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就这个。对。我来吧，我废话特别多。OK， 你就这样拿着，然后要直，不要弯下来。OK， 好的。腰就是90度这样。对 ，OK， 放松哈，先这样，先把嘴巴放在这。 OK， 然后等一下呼出来的时候，不要从鼻子呼出来。OK， 用嘴巴。OK， 先 breathe in， 呼吸，呼吸，呼出，呼出，呼吸，呼出，呼出，呼吸，呼出。OK， 来，大力呼吸进，出，大力。OK。哇，不错啊，一看就知道是8%、99% 呢。那怎么看呢，医生？他的 technique 是正确的，是正确的，因为他呼出来的时候是真的很大力又很快。OK， 但最重要我们是要看那个 graph 是不是好像三角形。如果是三角形，然后没有这样凹进去的话呢，那就是说他的气直接这样出来，这是正常的。然后我们是根据它的高度和重量来看到底是符合什么样的标准啊。所以以你的年纪还有高度来讲的话呢，你的肺功能是105%，非常好啊。超过180%，指标应该是算多少才是合格的？80以上就是合格的。所以我多出了20多啦。老师叫你考80分，你考了100分。欢迎黄桂南医师加入我们的讨论。没错，那请教一下王医师，就是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个慢阻肺的病因呢？是慢阻肺，它因为会出现，比如喘息、胸闷、咳嗽、咳痰这些症状，所以呢，中医把它归为喘症，还有就是肺脏的一个范围。那么导致的原因呢，基本上跟我们的这个饮食、情志，还有就是外邪有关。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饮食不节。外邪就是指环境的关系啊，对外在的致病因素。那么这个饮食不节，因为中医认为说，如果我们吃了过量的这个生冷、寒凉的食物，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这个运化过程啊，那么就造成我们身体里面的水液代谢就出现了那个不正常，所以就很容易生湿生痰，所以呢就会造成咳痰啊，还有气喘啊，那么这个关于这个情志内伤呢，基本上是因为压力啦、紧张啦、郁闷啦，还有劳累过度，导致我们的这个免疫的这个调节低下。是。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免疫状态良好的话，那么疾病就不容易发生。是那么刚刚提到的就是什么是外邪侵袭哈。在中医来讲，外邪指的就是导致疾病的一些外来的原因呐，比如说烟雾、粉尘，对，还有空气污染，是油烟等等。油烟也是。举个例子，像在雾霾的天气，还有那个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的水平的时候，临床上我们发现，在这段期间呢，
其实慢阻肺的病人增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外在的因素很容易引起我们的这个慢阻肺的病人呢急性发作，而且咳喘加重。是，所以这种情况真的要戴口罩出门是的，出门最好戴口罩。对的。那医师有什么呼吸法可以增强我们的肺活力？是的，我们可以介绍给大家一个简单有用的一个方法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肺活量，而且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就是叫做腹式呼吸。好，就是说很简单，你看我们全身放松，然后呢，我们用这个鼻子呢，慢慢的这个吸气。OK， 在吸的时候呢，让我们的这个腹部呢鼓起来。吸到满足饱满的时候呢，我们停顿1-2秒，再把那个气呢用口慢慢的呼出来，让这个腹部收回去。所以这样一吸一呼，一吸一呼，这个就是腹式呼吸法。它的作用呢，主要就是通过调节气息，让我们的深呼吸达到足够的量。其实这个东西随时可以做，每一次呢大概可以做个10次、20次。做了是有一点在放松自己的那个状态的。是的，是的。所以它的其他好处就包括上可以放松我们的紧张压力心情，中我们可以改善这个缺氧的状态，下呢还可以调节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好，那医师今天带来食疗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黄芪百合粥。食材很简单，这个是黄芪，黄芪本身它是有补气的作用，而且它也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这个是百合 ，OK， 百合本身呢，它有润肺，而且它能够安神。这个是大米，这个大米呢跟普通我们家里用的那个米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用这种东北大米或者是日本米。大米是中医认为我们的这个脾胃呢是后天之本嘛，是能够调养气血，所以大米本身是能够养胃的。养胃是。那煮法大概是怎么样？煮法就是我们把3样材料呢，把它洗干净，加入水中，对，那么用大火煮滚了，再用那个中小火把它慢慢熬成粥。是同时煮吗？可以同时煮，可以同时煮的。它是一道比较清淡的一个食疗，然后再做一点调味这样子。可以适当调味。那这功效是什么？主要功效主要就是能够补气能够健脾，能够调整我们的这个体质状态。那感觉好像是谁都可以吃嘛。是的，这个其实大人小孩谁都可以吃。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吃，什么最适合？对，最适合。1个星期如果要吃个1-2次都没问题的。OK， 它的整个味道就很像一般上我们在吃白粥的那种味道，清淡，对，很清淡。我是觉得它的口味是很像在喝玉米水这样感觉。那医生你还觉得 OK 吧？这个粥真的很好喝。我觉得味道就很顺滑，而且它那个百合的味道就是带点香味。OK， 说到治疗想问一下医生都有什么方法来治疗慢阻肺？主要是要用吸入器，它是来医治、来舒缓那个症状。OK， 而且可以防止那个肺功能的下滑，而防止那个病情恶化了。OK， 所以这边有带来是吗？对，有哪3种？我们看一下。对，所以吸入器有分不同的方式。最普遍所用的呢，就是这种，好像你这样打开呢，你摇一下，呼出来，就一面按一面吸进去。所以我可以看一下，这个有点类似像那个哮喘，哮喘人用的，对不对？以前小时候，很多小朋友有哮喘嘛，像我就有用过这种。那你也用过这种？我用过，小时候。但是要是好像病患他们不懂怎么用这种仪器因为你需要摇一下技巧对，如果你的技巧不是的话，就要多加另外一种仪器，按的时候你自然呼吸，那个药物就能进。了解。好，另外呢，另外一个是对，这2种呢其实是粉状的那个吸入器，这是比较初期的那种啦，所以你需要这样转，然后要呼出来，要大量呼吸，吸进去。对，所以要是粉状，那会不会喉咙很不舒服？对，有时候会导致喉咙不舒服。所以它就是先转，然后就吸进去。这个我没看过嘞。对，其实这是比较适合那个哮喘病的病患。因为要是你的肺活量不足够的话呢，是不能吸进去的。对。OK， 好。所以现在接下来就是这个也是比较新款的啦。OK。所以就是一打开的时候呢，你听到那个 click， 那个药物就进入了上来这里，然后病人只要简单的这样轻轻的吸，
那个药物眼人。就是一般呼吸这样子，把它吸进去就是。那像一般上这样的，我们说现在，因为这个是最新的，可以用多久的时间？通常是1个月。1个月。那这个的功效是什么？到底这些？所以这些吸入器里面就是有3种不同的药物，因为近年来呢，我们是提倡使用3联疗法。所以有3种药物在里面，OK， 所以我们英文就会说吸入性的 LABA、LAMA and ICS 2种药物呢是来张开那个气管，给它打开一个舒缓，减少那个气管阻塞。是。第3的成分其实是那个类固醇 ICS，吸入性糖皮质激素，它是通过抗炎的作用来减少那个气管的炎症。是。可是你说是类固醇哦，类固醇不是？吸多了不是不好。对，但是你要记得，这是吸进去的，它的这个成分是非常低的，一点点对，所以不会导致那种我们所担心的那些副作用。但是当然用了这些药物之后要去漱口，我们吸进去，我们要给它进入气管那个肺部，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吞进去啊。那为什么我们不要简单一点，把喇叭还有那个 ICS 弄成药丸直接吞下去？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你要想，要是我们吞进去的时候呢，我们要先进入那个胃啊，要吸入那个液体里面才会进入到肺部。与其那么做，我们直接把那个药物吸进去那个肺部。就直接接触到，就更快。对。那听说现在也有新的，就是注射型的药，是吗 ？OK， 对，但是不是每一个病患都适合的啦。医生要看你的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炎的问题呢，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肺炎所导致的？适合的病人才可以用，大部分的病人是不需要用这个注射药的。因为这些抗体的注射呢，它是来减少那个炎症，但是1个月它的费用是2到3千。哇！就你是讲说注射1次？对，1个月。哇！但是效果很好啦。不一定，所以我们通常是建议，第一要戒烟，对，是最重要是要戒烟，没错。连饮食方面要照顾，是呼吸要做呼吸的运动，然后要用那个吸入器。了解，对。那这种问题有办法做手术来治疗？OK， 小部分的病人，他们有肺气肿，要是他们的肺气肿是在那个肺部的上叶，OK， 是局部的问题，而且他们的肺功能是非常低的，OK， 所以有些病人他们是适合做肺减容术的，所以就是把局部的给切除掉这样子。染上了这个慢阻肺了之后，才来戒烟。会有很大的帮助吗？其实还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其实中医啊、西医，我们都会建议病人一定要戒烟，因为第一它可以减少那个炎症，OK， 第二呢，肺功能的退步给它缓慢下来，那第三，戒烟可以减少中那个心脏病啊、癌症的那些可能性呀，对。那中医的治疗方法有哪些？我们会根据那个病人的病情的缓急、轻重，还有症状的特点，还有体质的差异呢，进行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治疗啦。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些患者，他表现为，比如脸色比较苍白，然后他咳出来的痰是薄薄白白、稀稀的痰，然后动一动就很气喘，中医认为这是一种叫做肺气虚的表现啊，所以这方面我们就会通过一些补肺气啦、化痰、健脾的方式来为他进行减缓症状。OK。那么很多这个肺气肿的病人，因为长期的咳跟喘，就会出现，比如说缺氧，还有内循环障碍。所以有时候你看他们除了胸闷，你看他的嘴唇、指甲也会出现青紫色的。那如果舌头伸出来是有点暗红色，中医认为这是因为气滞引起的血行不畅，我们叫做淤血。所以除了补他的肺益气之外呢，也要兼顾到这个化瘀的这方面。OK。整体来讲呢，很多病人基本上都是通过西医的方法来，比如说开通气道，缓解他的症状。不过因为他千言难愈啊，很麻烦的，很难复原。难180，所以有时候合并一点中医的调理，加上改善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比如戒烟等等其实就能够缓解症状的发展，还有可能防止症状加重。对，那万一如果不知道自己有慢阻肺，以为是一些普通的咳嗽，或者是那种所谓的百日咳，那应该怎么办？通常最好的就是要去看
你们的家庭医生，是，然后家庭医生就可以判断你的咳嗽或者是喘的问题到底是不是一个急性的问题，还是一个比较慢性一点的问题。如果那个病患是个烟客，而且吸烟已经超过那20年了，而且出现超过就是3个月有痰的咳嗽呢，然后就应该去看医生，然后判断出呢到底有没有这个慢性的气管炎的病状。OK，那慢阻会引发其他的疾病吗？Yes， 其实可以引发到蛮多的其他的疾病。有哪些？我说第一就是那个呼吸道容易感染，他们比较容易会感染到好像那个冠病啊或者肺炎等等的问题，尤其是60岁以上的。危险。然后第二，他们也比较容易患有那些心脏病的问题，心脏病爆发、中风等等。那会不会最后导致肺癌？对，其实老实讲，我们最怕的就是病人患有那个肺癌的问题。最后呢，我们也要关注到心脏和肺之间的那个血管，然后肺动脉高血压，那些病人有肺动脉到高血压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开始脚肿啊、缺氧啊，然后就是长期可能就需要带那个氧气。OK。那最后医师可不可以教导我们大家一个可以增强或者是说保护我们的这个肺功能的穴位？是的，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穴位叫做天突穴。怎么找这个穴位呢？它是在我们人体的正中，颈项的下面。我们这个胸骨上面呢，你会摸到一个 V 型、一个凹陷的一个小窝。那个地方。对，找到了这个地方就对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稍微手指往后往下一点点，顺着这个凹陷把它按揉。哇，有酸到，对，有点想要咳嗽有点要咳嗽的感觉，会这样吗？对，但是不要太用力去按它，是大概按1-2分钟。OK， 那功效呢？它可以缓解，比如说咳嗽啊、咳痰啊、气喘啊。它主要是打通我们的气道。OK， 所以它也被形容为是我们肺跟外界的一个烟囱。明白，了解了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大家都是掏心掏肺，没错让各位更了解什么叫做慢性阻塞性肺病。是因为呼吸是我们人很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嘛，希望大家都能够呼吸通畅、生生不息啊。没错，在这里呢，真的是要谢谢我们的林医生，还有王医师，谢谢。丽珍姐还有文海，谢谢。所以下个礼拜，请和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